夏威夷是被中国的激光武器扫了一遍吗？谁家的激光监测卫星才更有军事潜力？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两天网上在传一张照片，是设置在美国夏威夷的日本国家天文台的天文望远镜1月28号拍的，显示在夜空中出现了一批从天而降的绿色激光束，像栅栏一样就立在了夏威夷上空。以前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新闻标题说中国做了什么让美日震惊，这次就有美国人表示这回是真的震惊了，他们开始怀疑这道激光墙是不是中国的一个激光武器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日本国家天文台还判断说这是美国宇航局的 iSat-2 卫星发射的激光，结果美国宇航局说不对， iSat-2 确实也发射绿色激光，但是扫描的方式跟这个不同啊。夏威夷上空的激光束实际上确实来自于中国的大气1号卫星，不过呢，咱们这个卫星跟美国的卫星功能不太一样，主要是用来进行大气层里边的成分监测的。我们是发射激光束，然后通过分析回波的频谱，然后就能够对大气层的气体成分、云还有微小颗粒气溶胶进行分析。比如说用于监测 PM2.5 污染，对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臭氧的污染物进行监测，最主要的呢还是监测二氧化碳浓度。其实呢都是环境监测卫星，美国那个 iSat-2 才是真的具有一定的军事价值。当然它的激光束也不能作为武器，没那么大功率，不过它是专门用来测绘地形的。这种卫星可以发射6束激光，分成3队，同时扫描3片地面。激光束呢可以每秒钟发射1万个激光脉冲，地面上呢就是每间隔28英寸测一个点，进行厘米级的高精度的地形高度测绘。比如这个卫星呢，通过连续监测就发现了南极冰盖厚度以毫米级的每年的变化趋势，而且还能通过回波分析评估地面植被的厚度，这相当于能够穿透植被，粗略的测绘地面了。而且呢，美国国家宇航局还把这个卫星获得的地形数据向公众提供。换句话说，你要美国的地形数据模型，美国可能不一定给你准确的，但是如果某个对中国有敌意的国家或者势力想要中国的详细地形地貌、建筑高程数据，那美国未尝不会提供一个非常准确真实的数据，而且他们可以说这是自然科学调查研究用的。然后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势力要制定巡航导弹攻击路线、低空飞行的潜入路线，如何躲避雷达，甚至是寻找地面渗透通道，都有了更加详细、丰富、精确的依据。其实当年我们自己也曾经通过卫星测绘，发现了西北某省份和国外边境上有适合恐怖组织偷渡的潜在通道，然后通过这个卫星照片进行了封堵。所以这种卫星的战略价值真的不能小看。当然，合成孔径雷达卫星我们也有很多，也能测量地面还有建筑高程，但是精度没有激光雷达那么高。不过呢，咱们的卫星精度也是满足了一般的军事用途。至于说中国的大气1号卫星能不能做同样的事儿，至少公开资料里边没有提到相关的说明。从画面上来看，我们的激光光束间隔也远远大于 iSat 这个28英寸，可见并不是为了地形高程测绘进行优化设计的。不过既然我们卫星已经用上了激光雷达，要实现高精度测距，理论上并不是什么难事儿。关键是我们未来也有可能建造同样的卫星，因为中美既然要进行全面竞争，那么每个基础研究对我们都有很高的价值。特别是这几年啊，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中国已经特别的重视。美国玩过的很多科研项目，我们都有必要亲手再玩一遍。